会搬出来哦。等一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一文谷必来的伐木 KBC 一定要来。太漂亮了，漂亮到哭。哦，怪不得我们跟你讲，明天没有飞那热气球。欢迎来到最新的IG 天气预报，现在是晚上8:46，天气很不理想。就在我的身后，你可以观看到这一个树已经晃到很大。明天没有得飞热气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Malaysia. Good. 好豪迈哦啊！不是很敷衍那种。Good. 来来 ，Go， 拜拜。你看前面，你看前面。Oh my god！ 我的天哪！走不，这个。有2个单人床，然后外面有一个超美 view 的 hot air balloon，不过现在没有了今天。然后有冰箱，有这些该有的设施都有，非常齐全。诶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还有塔嘿，它空间真的很大，很舒服。然后放行李也有空间还很大，我应该蛮喜欢它的厕所的，厕所真的是蛮大的。很大哎，厕所和那个马桶是共用一个小空间。是这个有一个特别的空间给马桶，然后有没有给吹风筒也是有哦，不错哦。然后还有一个全身镜，外面呢就在目前感觉像有沙尘暴哎，我看一下，看，喂，真的吗？然后那个沙就跑出来哎，你开一点，巧，然后你关不回去啊，开一点点巧。哦，哇！哦，不能，竟然有这个叉，哇，有点可怕。床舒不舒服？哎，你还睡呀？你忘记喷那个了？这个有一个好处哦，就是不在于只是单纯喷床吧。如果你刚刚像我们这样被很多灰尘啊或者风尘打击哦，这个也是可以消除的。不是消除，是我们来一个新的酒店，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喷一下，因为我们曾经吸取过一个教训，就是全身痒。然后不可以养。尤其是住民宿啊，就算是5星酒店，有时候也会啊。民宿的话特别要注意哦，因为他们有时候没有这么干净啊，会有一些螨虫啊，或者是床虱啊之类的。你来旅游出去玩一整天这样累，回来一定要好好休息，不然你明天根本都没有那个精力游玩，就很扫兴。是，而且它的味道也蛮香的，就是有天然植物精油的味道，比如说有薰衣草啊，有 caritas 啊，感觉我去了就是蛮舒缓我的情绪啊，有比较好睡觉。不然就是眼力太吵啊，可以给他去。Hello，还在讲吗？ 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来到卢索的第2天。今天我们将会探索卢克索的西区，西岸，是因为西岸代表的是什么？代表的是死亡。所以它这里全部的东西都是墓地，对，就是各个法老的墓都埋葬在西岸。对，那比如说帝王谷和王后谷，就是我们今天将会去探索的地点。原本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行程是坐热气球，不过因为那个风是沙尘暴，听讲非常的大，等下我们的行程取消啊。我们希望明天还有机会让我们坐热气球。来稍等，它好像是全世界最便宜的热气球的地方，一个人90块马币，好便宜哦，给你。这好 Hello，Assalamualaikum。啊，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么的悠闲。对，就是一个它的小乡村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走路去的地方是去吃早餐先。吃好过后，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行程。就大概给你们讲啊，为什么这个卢克索西区是死亡，东岸就是比较是属于活人区的那种意思，就是有很 lively 很生活猛虎的意思。西岸就是所谓的死亡，是的，没有错。然后卢克索其实它这个地方它是古埃及的首都，所以它有大部分的庙，整个埃及有80% 的神庙都是在卢克索。对呀。然后你是很喜欢那个神庙的话，卢克索是来埃及必来的一个地方。与其说是神庙，它很像是天然博物馆的城镇来，很多个就是这种神庙博物馆可以让你参观。所以我们的早餐还蛮丰盛的嘞，它是 brunch 来的，有点像椰浆鸡饭，
埃及版本的 sandwich 是长这样的，它的这个也不是用面包做，是用他们的馕做。是回去酒店拿我们的外套，其实超冷的，那个风吹来瑟瑟发抖。我们已经穿得蛮厚了，大概10多度，又蛮大风，所以今天是需要穿外套的。如果你冬天，差不多我们现在是11月、12月这样，11月尾来埃及的话，一定要带外套，不然真的很冷。确保保有力探索了，各位。我现在第一站来到了女皇谷，女皇谷一个人都没有，很少人哦。好宁静哦这里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看到的前方就是整个峡谷，完全乌路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而且一片乌云都没有，好蓝。门票 for 这个王后谷是一个人220块，所以2个人等于440，啊，变2500了啊，又在起价了啊。这个 Tomb of Nefertari 是在网上买不到啊，你看到这边才可以买。就在我们眼前这一个就是 Nefertari 的墓，很可惜啊，现在封锁了，没有办法去观赏。甚至这一个 Nefertari 宫哦，还有一个称呼叫做地下凡尔赛宫之称。哦，真的、啊？是，真的是这样，里面会是很夸张漂亮的。就是那个女王的坟墓，其中一个王后的坟墓，正式坟墓。那个奶衣应该是被搬出来了，而且还是身高，看，很低，超级不低。意味着是进来这里哦，很特别的温暖，不会冷。是，可是它如果你待久了会觉得很够。对。可能那个金字塔里面应该是这样的多。是哦。这样如果人多的话，应该很够，尤其是夏天。是。而这一个通道，就是的这些壁画，全部就是在讲述这个王后的故事和法老之间的爱情。虽然我们没有请到导游给我们讲解，是有点小可惜啊。我也没有机会是可以来看，但是我还是想去看 Nefertari 其中一个坟地的那个绘画，其实的颜色保存得蛮完整的。如果是 Nefertari 会更加鲜艳，会更加完整。这个只可以凭空想象啊！没有办法，只能凭空想象。Nefertari 的坟墓到底有多么的鲜艳？那个只是你可以看照片，看人家拍过影片啊。对。有这个玻璃框，玻璃来保护着它。是哦，就避免人家应该避免游客去触碰它，让它的损坏更加严重。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。应该有一个人一直要等我们到我们这里参观，我是真的走丢了，赶快跑进去，赶快跑进去，赶快！叫做 TT， 我们现在这一个女皇墓是叫做 TT。这一个 TT 王后的坟墓破损比较严重一些，可惜，这些古迹真的是要好好维持维护，对，就世界上就唯一一个罢了，辛苦那些考古学家们。在我们要进这一个坟墓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人在那跟我们收门票，好像2000块，什么鬼？神经病！什么鬼？而且一个不是工作人员吊牌没给我们收门票，然后他还要理他，我这个人不理他。我就很奇怪嘛，都买了票，就唯一一个要给钱观看的就是 Nefertari 的坟地吧，怎么这个要给钱？你还差一点被骗了，我就觉得不可能，哎呀，不理他就进吧。我不是被骗，我是差点就是输给他的，什么要给钱给我们钱？不理他啦，这种你还要跟他争论，真是。哎，你们要浪费时不时的要好好提防。要提防，就是尤其你参观这种神庙啊，或者是古迹的时候，他有很多人就好像讲这样要帮你啊，或者是这样带你去看这个啊，带你去看那个啊，这也都是要给收小费的。是的，他可能一开始没有跟你讲，然后过给你拿小费哦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通常越主动跟你 friendly 的人哦，就要越提防，不要那是的。我们这一个王后谷也是参观到七七八八。其实是如果还没有
那法塔里。他没有开的话，你们不是很有必要来啦。他这里的东西也不是很多。220的门票，可能等那法塔里开了，然后你们很想看的话，你们才过来。现在是不需要过来，我觉得。好emo。还没有进到那个帝王谷，就已经被一大堆商家包围着。没有啦，非常夸张。我们要不要买就见仁见智啊。难道是整个帝王谷的模拟图？真的不懂要怎样看。这一个展示图上面的那些小小个的那个标签，就是法老王的坟地，我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个差别待遇。那个王后谷那边整个是空，没有什么设施。帝王谷就是比较不同一点，法老就是比较华妃一点，还有这些设施啊，这种模拟图啊，给你知道大概怎样走啊。一共有62位法老就是埋葬在这边，是真的是很壮观。其实你买票你可以进3个免费的，然后你有3个是额外要付费的，比如说你的 KV9 180埃镑，KV17 1800埃镑是赛提伊斯的，KV62 500埃镑图坦卡门的。所以我们打算买多一个 KV9 拉美西斯64的。是20。对。上车了，还好被我们走路。我看到这样的天气，我走路要我命啊！如果是2个OK啊。但是真的有人，真的是有人走。厉害这个人。我愿意花这20埃镑买了桌子。看他为了酒，为了省20块，省了。小丑是我们自己。对，我们刚刚才笑人，原来我们就是那个小丑。是的。走不到2分钟就到了。是的。那个车，我还以为可以走完全部的墓。我们现在在这儿，然后这个全部都是法老们的私人房间，他们的 private club。我们看的是这个。第2的 KV2 的拉姆斯第4世，然后还有是第11，完了就是11，干嘛呢？啊，第9在这里，这2个一起。哦，第3世、第4世、第5世、第7世，还有 K14。如果你预算很充足的话，你是可以全部都浏览，只是你要买很多张票。对，还有一些特别的坟地啊，比如说图坦卡门，就这个图坦卡门。KV62，这个是500哈，500-600啊，700。还有一个也是很大，2000块，这个是2000块是在哪里啊？这个 KV17 在哪里？这个是全部坟墓里面最大的。这样看起来不大，看起来这样看不大。好，但是你下去你就知道有多。我都没有下。然后建议大家呢是买电子票，不要现场买票，因为听说电子票呢就是他们可以一直重复在用。漏洞。这个是漏洞啊，就是他每次问你想你进了第几个墓，你就跟他讲是进了第2个，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去浏览不同的墓地哦。这个方法很贼。我们现在去的那3个是比较出名的，然后也非常好看的。但其他的就看你们个人的时间安排啦。如果你个人很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去哦。这是什么？就是眼前啊，我们第一个痛。是啊，妈的，那个厕所。带我去厕所。他讲厕所是他的坟墓。我们是2个小鬼。太热啊，朋友，有点热。宫崎骏那个卡通。这个太阳线极强 ，Oh my god！ 紫外线啊，太阳线。紫外线。因为太阳神啊。出现很烈。你看天气很冷，可是太阳好猛哦。我皮都脱了。因为一点云都没有啊。还好有擦到防晒今天。然后你一直不要涂防晒，每一次都不要。气死人！我们来这个季节起价的，它是一个人220，所以总共是440。在这里的话只可以刷卡哦，那边也是好像只能刷卡。第一个一定要讲的就是第一 KV2，我们第一个进去的坟墓，这个是一个新手非常 friendly 的坟墓来，它是一位法老王叫做拉姆西斯4世的坟墓，超级无敌大，看归看，不要忘记看屋顶。
而它是一个很简单走，就只是一个通道，直往下去就可以走完了。虽然通道是简单，不过里面的壁画一点都不马虎，尤其是通道上的太阳之魂、太阳神 Ra 的书，讲述这法老的灵魂怎么通往地下世界。有的壁画都会呈现一段故事。墙拍照真的很好看。就讲以前的那些画家画这个图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有学好这种艺术的那种构图？应该是啊，每个都是皮卡丘来的。那个字体和直线啊分配的很均匀。但是主要和你们讲哦，被现代人所想象成变得肤浅拿来打卡作用。其实这些字体在讲述一个故事啊。老实说，我现在来到的这里是叫做 KV9，是拉姆斯5世和7世的坟墓，也是帝王谷算是最漂亮的墓之一，里面装的是拉美西斯5世跟6世。它的天花板真的是超级漂亮，它画着满天的星星，还有天空女神努特。走进这个墓，你会感觉到那个法老真的是在通往神的世界。非常的震撼，我觉得如果你有 budget 的话，这一个墓是蛮值得去的。是的，刚刚的 KV9是其中一个墓是需要再另外付费的。我们现在在这只 KV 设施，在它的后半段这一边，全部都是猜测啊，就是那些坟墓的雕刻工做一半没有完，来不及完成了，所以这里是半成品。然后没有颜色的，是就没有颜色，还有花纹已经雕上去了。而过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3个墓是属于免费的，它是 KV11，也是跟你讲很多人都会去的坟墓，而不只是免费，而里面很震撼，很漂亮，那个灯打到整个坟墓很像黄金地段这样。帝王谷必来的坟墓 KV11一定要来，很美嘞，很像金黄色的。好像进入一个黄金城堡，因为它打灯的关系。但是呢，里面的通道会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那个坟墓设计师设计这个坟墓的时候，不小心打，他不小心打钱被打到去另外一个隔壁的坟墓了，西北水，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血很像是一个蛇血，还是一个迷宫这样子。这一个 KV 神墓的那一个保护措施做特别的不错，然后它的大棺，全部坟墓里面应该是这一颗打光啊，那灯光打下去是最陡，所以整个感觉上就是很高雅、很壮观、很盛大这样。这个是最震撼的，对我来讲。幸运的符号甲虫。这就是古埃及的艺术馆，你像法国那个蒙福宫，是吧？对，我就来告诉你，如果你来到埃及，这个帝王谷算是你必来的其中一个景点。对，有说必来，有说必来。我们探索到最远的一个坟墓啊，你要小心一点，因为离这道去越远的地方哦，会遇到就是那些工作人员会骚扰你。他不是骚扰你，他就是你会以为是免费的，他一直跟着你，然后跟你讲啊这个是什么啊，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啊，你看一下那个啊。如果你听哦，你站在那边跟他听他讲哦，过后你一定要给 tips 啊，因为他过后就会，如果你没有给 tips 啊，可能他会很生气，然后对你好像骂之类的。对。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一个 technique 啊，所以他一要讲的时候，我们直接no thank you， 然后我们就走开。啊，最后有一个想要给你们补充，可以的话，你们买票尽量 online 买，不要现场来这里买那个纸张的票。因为如果你拿电子票的话，它是没有 scan， 或者是它也没有打洞之类的。不过如果你拿纸质票，它是有打孔，你可以进3个吧。电子票可以进无限个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漏洞，各位。这个我们在我们出去的途中，就是这里同样的入口处啊，就坐这些电车啊，记得你们要去左边那边
买那个车票，有些是司机哦，你直接问他们，他们会直接跟你讲那个价格过后你把那个钱给他。哦，可是是一样价格嘛？是一样的价格，但是你给他，但是你担心的是哦，你给他过后回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做没有所以 ticket 去买票，对，要去那边买。是，不要被坑哦。哇，他们 wedding 在路边，好恐怖，有点恐怖哎。猜我们的国家，猜不？哎，yes，坐船啦！我们不过这艘船是1个小时400埃镑，2个人1包船。我们的船 ，You see， 很漂亮的一艘船。来 ，Hello， 跳舞。这是什么舞来的？但是有一个坏处啊，你坐这边1个小时，记得涂防晒。对，记得涂防晒，不然你会黑，真的会。不要以为是日落。日落还是会伤皮肤。前面的这3艘船特别热闹，特别多人。看有没有在理你？哎，继续跳，继续跳。哎，刚刚我们对比一艘一样的船型，不过很多人，我们很像比较有耐心。哇！这里真的太漂亮了，很壮观那个景，搭配那个景色，还有那个伴随着那个打鼓的声音，埃及传统乐舞，太漂亮了，漂亮到哭。这是我们 Number 2的日落了，我们 Number 2最美日落，第1个在 PP 啊。这才给我 PP 打，这个真的太美了，这日落，真的太开心了，这个日落。这钱真的花太值啊！有没有来这里？大推大推！个人认为，整个埃及旅程最值得花的钱，40块钱买，就是这个景。诶，那些 museum 跟那些神庙不值得咩？可能我个人更加喜欢大自然景色啊，对博物馆还好。这真的太漂亮了，心目中排名第2最美的日落已经结束了。找一个不错的晚餐，晚餐用餐，耶耶打算吃海鲜。 ，Let's go。OK， 找到我们吃晚餐的地方了。你看的价格，哇 ，OK 嘞，这个价格。哎，走吧，就在这个无路地方。你们看那个天空，紫色了。你们看这个价格 OK 吗？这一条鱼在这间餐厅才卖100埃镑，太值得了。9块钱。啊，太棒了，而且也蛮好吃的。这是哇，从我们的酒店，哇，在前面，哇，是不是 morning？ 是吗？我们second flight cancel了，是因为他讲说有风。不过我们看到 first flight 起飞，还是很漂亮。所以如果你们来卢克索做热气球的话，你们真的要做的话，你们就要多预留几天，因为它这个热气球很看天气，你只要一有风你就 cancel。我们已经 cancel 1天2天了，所以就这真的是看拉了，我们下次再来。很漂亮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现在你们所看到的是这些热气球慢慢在下来当中，因为有风，我们没有办法在空中飞行啊。
我们卢克索已经结束了，各位。对，卢克索目前算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城市，因为我们除了参观它的神庙以外，我们还有去体验了一些很浪漫的活动，比如坐船游尼罗河看日落，还有虽然有一点小小遗憾，就没有坐到热气球，不然的话也是一个超浪漫的一个活动。就是因为这个遗憾，我们决定还会再来多一次卢克索。因为其实埃及还有蛮多其他国家没有完成的，是啊，所以可能多几年再来。对，除此之外，我们也见证了卢克索生活气息的东岸，还有宁静和平的西岸的氛围节奏。我们接下来会去另外一个城市，这个叫城市赫尔嘎达。赫尔戈达。这个城市会完全颠覆你对于埃及这个国家的想象。敬请期待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